就是这么小的房子还可以有个玄关，神奇。有客厅，有更衣室，然后还有我有室，对，很厉害耶。好，可以这里当书桌，也可以做饭。这么小的平数，它能做到这样子。好适合一个台北单身男子的一个日常。楼中楼，头抬不起来的楼中楼，小心哦，不要踩上去。那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只是一种油，油，为什么这个油？是如意啊。我好像有一次找不到这种玩意，小刚的晚上，在躺着吗？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我们所在位置在朋友家的玄关，然后今天为什么要来拍他们家呢？是因为他准备要搬家了，他留个纪念，这次都进不来了。然后今天来的是叫做韩小刚的家，嗨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叫晚餐，是有叫火锅，但是都没有菜。然后我们等下吃完之后来拍他的家。等一下，熊猫超市这个很厉害哎，怎么会有双锅的火锅？对，而且它还可以烤，还可以做章鱼烧。这多少钱啊？好像2500。哇！可是感觉不错，可以在家自己煮火锅。这张几平啊？这种是4啊，里面才10吧。然后它是一个楼中楼的概念。当时是看上它的预告，青菜选择好少哦。感觉出来你是平常喜欢煮东西的。做自己在家煮。阿月水饺，这是我做的啊。你自己做水饺？对啊，好厉害哦。还好还好。所以你的职业是？不是啊，这是我的副业啊。天啊，你是做什么工作啊？没有班飞的空服员。所以现在开始兼职做副业这样。对啊，不然会饿死啊。不过你也是蛮厉害，可以做水饺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做水饺，现在真的好脏乱了，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收了。刚才是你家，很正常啊。对了，收的很好才奇怪。这是什么汤？我叫了一个火锅汤，什么老虎汤。哦，所以这是从这边绕过来的。对。这是他们的阿月水饺，是什么口味啊？鲜蔬口味，它就是高丽菜加韭黄。韭黄是什么？它其实是韭菜的一种，但是它没有韭菜的臭味，然后它是黄色的，又跟韭菜有点不一样，就用韭黄。很好吃哎，而且很甜很扎实，就整个都是鸡胸肉。怎么这么甜呢？干贝吧，我这我加干贝，还有高丽菜也是甜。1秒变美食节目。说如果以后不飞了，专门来做水饺。可以耶，这是你自己学的吗？去年4月就开始做了，然后就慢慢调，跟我妈学啊，一边跟她学，然后一边自己调整。很厉害耶！所以这些料什么干贝是你自己选择？这是我自己用的。自己用的鸡肉干贝是我自创的。可是这样子不是很耗成本吗？对啊，就是干贝很贵。因为我想要做我自己会吃的，我不要因为是卖的，然后就用比较便宜的东西。哇天哪，这个理念可以耶！有那种百年水饺店的感觉，坚持自己。因为我就想说，如果我用很好的东西卖，然后最后因为太贵，然后大家又不想吃，那就算了，那就不要做了，那表示不适合，那就再去做别的。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我自己喜欢吃。对啊，你去买很多材料，人家就会说，你是做生意的，怎么可能会用这种材料？可是对啊，我就觉得为什么做生意就要用比较差的材料？我觉得不合理啊。而且完全不用加这样子，而且它凉了也很好吃。后来又有做香菜，它玉米的也很好吃。香菜味道超重。鸡肉和牛。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所以这边住多久了？2年。然后就卖了。对啊。那你觉得这个卖的时间是好的吗？因为我疫情之后我的收入只剩一半了，觉得我养不起这个房子。我已经撑1年多了，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。对啊，很厉害。从去年3月到现在，而且你都没有在飞啊。那你说你后来这边不住之后要搬去哪里啊？双连附近。那这样租金多少钱？3万。3万？但他本来租给人家是3.8万，因为他是我朋友的房子，所以他租我比较便宜。3万是多大？你一个人要住3万？这种是好一点。这不是好一点，这是很大哎。这几房几厅？它是4.6米的挑高，所以上面也有2层。是这边的加强版。它是多大几坪？18吧。其实一个人住很大哎。很大啦。而且它2个卫浴。你要不要找一个人住给他？不行，我要自己一个人住。如果是你，一定会找第二个人住啊，这样可能比较好。可是我家那边也才2万3而已，你一个人就3万嘞！天哪！所以我要好好做水饺啊！3万呢，很扯哎，你不觉得吗？我都觉得我现在住这边有点扯了。我这你会自己剥虾吗？会啊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有些人不是很变态，什么要人家剥虾才吃？这比较变态吧，比较懒。可是我觉得虾子就是要自己剥才好吃啊，剥好的虾算什么？真的吗？你有这种想法，我觉得很好哎。不想剥虾又想吃虾，那你就应该买虾仁啊。虾仁比较不新鲜。对啊，我觉得人家剥好的虾放在嘴巴就跟虾仁没两样，那个心里的感觉是虾仁。如果你这个家都是你设计的，我有设计师帮我设计的，我上一个房子也是他帮我设计的，所以都很像。所以上一个房子在戏子都卖掉了，也卖掉了。你好厉害哦，就是会这样子来来去去的。但我现在就没房子啊。可是你至少也有赚吧？对啊，那不是好事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没有来过。对啊，但是我要卖的那一天，我失眠1个晚上，睡不着，真的，因为我在想真的要卖了，真的要卖了，因为我还是有点舍不得。我知道，如果是我也舍不得。对啊，因为你这样卖掉，就是一辈子进不去了，你就是活在回忆里面。
因为不可能进到那个房子。我现在连我以前戏子那个房子在附近我都不敢看。你的是以前早上常买的早餐店。对啊，我都不敢去啊，我就是经过就看到然后跑掉。阿姨不会再叫我帅哥了。家这么小没什么感觉啊，就一眼见底啊。不过还好有煮火锅，你提的意见蛮好的，就有事做啊。有对。那你当初是？那你当初设计理念是怎样？就是跟你朋友说，你讲。因为我上一次已经跟他做过一次了，所以做过一次很难听。他有帮我设计过一次，我就知道他喜欢的跟我喜欢的其实是差不多，就是他知道怎么帮我用，所以这次没有花什么时间，就很快。而且收纳空间就是很多，收纳超多的啊。对啊，好好。哦，新买的那个买家啊，他来看一次而已，他看了10分钟就中了，他就买了。而且你都没整理。他来的时候有整理。他来看的时候，我就跑去屋顶，因为我不想要跟买家正面看到嘛。那一阵子会有人来看房子，来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我就不想让他看到我。准备好了，就很神秘，好喜欢。对，然后我就跑去屋顶，然后正常大概10到15分钟，没有，就是有中介会在那边带啊。然后正常10到15分钟就看完，因为我房子那么小，就是你一走进来其实就看完了。他那天大概看了30分钟还是40分钟。他可能跟我一样吧，就是把这张圈。没有，我就想说可能会中，他可能会要买，就真的买。但你也不知道买家长什么样子。哦，最后签约的时候有看到他。其实我现在连房跟我都没看过他。为什么？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人帮他弄啊。然后连签的时候也是那个人帮他弄。他完全是交给那个物业去帮他管。可是你家还不错哦。他不是投资，他是以前住在那边，他可能出国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后来搬到林口。我干嘛开始讲我房东的故事？那从来没看过他。没有啊，可是大家对我们也蛮好的。我们现在吃完了晚餐，来他家楼上，楼中楼。从台北起来的楼中楼，小西好。一上来就有一个很大的王菲的海报吗？你是超级爱王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最喜欢的人就是王菲啊。哎，还蛮漂亮的，这个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关掉很漂亮。灯在下面啊，你要关，你在这么远？我就是下面灯全部关掉了才会上来睡觉啊。可是你这样上来，我会太暗吗？啊。哦，对啊，那不是很麻烦。小刚的晚上，在家也是需要一些情趣的。是躺着吧，该看清醒。好软的床。笑死！那开灯好在楼上来。那你之后搬家之后有没有改善这个问题？哦，以后那个里是不像这样子，以后那个就真的是上楼。哦，已经不是像这种楼中楼的感觉。对。那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只是一种油。油？为什么这个油？这如意啊！我好像有一次找不到这种玩意，那个。那就还有这种玩意。我可以翻你这边的东西吗？可是这边都没有什么好东西耶。找不到好东西，坏东西。这也是润滑吗？对。好多润滑，真的很缺。那这是什么？没有，那都乳液。鸡马油。那这是什么？按摩的。好，你会自己按摩自己？会。那这是什么？那个是睡觉的精油。可是你这也没有什么熏鸡这个。有，这才是熏鸡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特别哦。就是你把精油滴进去，然后它就会雾化。好时髦，不用水吗？不用水，它就是完全是精油。它是用震动的方式。对，它是用水的那种不好，因为水的其实台湾很潮湿，最好不要用水的，那个家里就会发霉。好像我家是很干的。薰衣草。你很久没开了吗？很久没开了，然后就雾化。你很久没开了，很久没开了，到楼上会很香香的，有闻到薰衣草味道。对，这是薰衣草。那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不是啊，那个是按摩的东西。那这也是油吗？这只是一个 I'm Rich， 我也不舍得丢。你讲泰国有一家是 Super Rich， 换钱的，然后它的水。你害我讲过是精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各种精油。睡觉的时候闻。啊，这是那个木瓜霜。什么意思？是干嘛的？润滑。也是润滑。谢谢韩小刚的介绍。哎，这还有个小窗户，好可爱哦。就有环绕音响的效果。这一颗怎么会有环绕音响？不会，你从这边这样放出来，在上面就好像在听演唱会。不要听舒伯特好了，肖邦好了。你在家都会听这些古典音乐？睡觉的时候。你好有情绪哦。我睡觉都是音乐会一直开着，而且你知道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你睡着的时候耳朵自己会关起来，就会听不到音乐。我已经实验好多次了，我音乐明明都开着，可是我睡着的时候我就听不到，然后我一醒来，就那个音乐就会过一会就会跑回来，就会听到，自己会有开关哎，我认真的。谢谢你的分享。所以这边也都是收纳空间吗？一定的啊，这边住那么久，带我看一下你家更衣室。我现在哪有更衣室啊？不是放衣服的地方吗？
看一下你内裤吧，开箱一下。完全没有折。你挑几件你常穿的，挂在这边的。就是刚你就连收软的时候就直接挂在这边。对。哎，但你这样怎么晒衣服啊？在哪里晒？外面有。哦，靠到了，我听到很大声。外面有阳台啊。这还有阳台。可是阳台标出去了，因为我都堆了东西。你说哪几件你常穿？这件我很爱穿。灰色的。这件。还有吗？然后我去泰国的时候买了一大堆内裤，但是都没在穿。因为买的时候都觉得好便宜，可是这它太辣了吧？而且又觉得它是盗版的，所以我就不想穿，就只是想穿正。算了啦，对自己鸡鸡好一点。所以也没穿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盗版的关系。可是很特别，你怎么知道是盗版的？因为我在泰国很便宜，怎么这么特别的设计啊？那你今天穿什么？白色的 CK。一般男生的内裤。不会啦，很好看啊，穿什么都性感，能穿什么都性感，真的啦。这是韩小刚的厕所。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这里，就是它很大。对。虽然是套房，然后可以在这边泡澡。这是不是我自活的？就是我去建国花市买回来。很大一盆呢。它越长越大。那怎么办？我以后要送给下一个屋主，因为我觉得他在那边活得很好，我不想把他带走。他一直在长，我就会一直捡他，一直捡他，他就住在这边好了。我也问下一个屋主说你想不想要，他说他很想要。对啊，很漂亮。对啊，那我想说，那就让他住在。这有一种这样依赖的澡堂的感觉。那你这边当初装是装多少钱啊？100，全部连家具了，因为我是朋友帮我用的。对。也便宜很多。你看800的。对啊，蛮好的啊，大家喜欢吗？很无聊。不会啊，小而精巧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那么小。对啊，通常外国的留言都会说，然后在台北对，怎么那么小，只能住成这样。对，在台北努力那么小，就是只能住那么小。可以大家说一下这边多少钱吗？拿一个车位就不到1100。而且这边其实也蛮好的，就是你家玄关，很大片的镜子。就是这么小的房子还可以有个玄关，神奇。很神奇，对耶。这么小的空间，它是还有可以换衣服。有客厅，有更衣室，然后还有卧室。对，很厉害耶！可以这里当书桌，也可以做饭。这么小的平数，它能做到这样，其实好适合一个台北单身男子的一个日常，光利润蛮够的。啊，这边就纪念一下你的住了2年的小窝。好，谢谢小刚。如果喜欢小刚的这边左上角他的 IG，好，希望影片记得喜欢把我分享出去给你们看看，拜拜。哎，对，大家记得想吃阿月水饺，他包的话，不过有点慢哦，因为我就一个人做哎。对啊，所以但是我一定有一天会交给你的，不是就是你跟我订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你，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很快。大家都想吃你包的水饺，每一颗都是我包的，很大颗的水饺，蛮大颗的，但买不到那么大颗。开黄腔，拜拜，拜拜。